前不到2个月的工资，但是我把钱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撑2个月啊，跟着我撑2个月，2个月之后如果不行的话，公司解散。全宇宙的玩家，各位好，我们是 NSL，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 Gameplay 的聂总，给我们讲一下他的创业故事。大家好，我是 Gameplay 聂俊。您以前是游戏美工出身，然后您做过游戏设计，然后听说你还玩过剑道，开过赛车，然后您方便介绍一下在成立 Gameplay 之前你的一些经历吗？其实就是也没有说很夸张，因为我就是可能不怎么爱学习吧，不怎么爱读书吧，所以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别的事情，然后但是也没有说很夸张。然后我本身就是学美术出身的啊，所以美术是我的本身就是我的职业。那然后到现在我也是很喜欢搞设计啊、画画啊什么的。然后在游戏开发这个领域，我也是从事美术的。那所以美术和游戏开发这其实是重叠的嘛。啊，然后剑道呢，是因为从小就我们家里就练武术啊，我父亲然后都是练武术的，那就跟着父亲学，从小就练各种武术。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兵器一点，所以什么各种兵器我都练。然后最后，发现能够真正对打的兵器，就是不是用点到为止，不是摆那个套路的兵器，就只有剑道和击剑了。那我个人觉得比较喜欢剑道，我就选了剑道，然后练了很多年，就仅此而已，也没有说很夸张。然后赛车是因为我又从小就喜欢赛车，玩游戏嘛，那些很喜欢赛车游戏，所以一直很憧憬赛车。然后有个朋友他自己是有车队的，那无意中成为好朋友之后，就帮他的车队搭建赛车模拟器，然后搭建构建赛车的数据，各种东西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最近开始慢慢接触专业赛车，但是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外面很多人会传说，好像我是个富二代还是什么的，就好像说就有很多很夸张的生活，其实没有的。就不管是美术，那是我的职业嘛，那其实是靠这个来赚钱的。那不管是剑道和赛车都没有花很多钱，都是剑道就是那个运动吧，那花不了多少钱。那赛车是别人花钱，我朋友花钱，所以我只是蹭一蹭而已。所以别人觉得好像工壳是一个富二代组建起来的感觉，其实完全没有。我们家虽然还算不错吧，是小康吧，小康达到小康之上一点点，但是完全不到富二代这种夸张。然后也是不管是公司的建立啊，还是个人的生活啊什么的，父母也没有钱跟父母要钱，倒不是我不想，而是父母确实给不了那么多钱，所以没有什么外面传的那么夸张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只不过爱玩这东西而已。虽然您以前在 Vplay 有介绍过，但是您可以再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当时你成立 Gameplay 的一些契机，还有说为什么你开始决定创业，还有你是怎么筹集资金的呢？其实一开始我就挺想要开发游戏，那我以前也是在很多商业游戏公司工作过，然后后来想要开发自己的独立游戏，但是那个时候独立游戏还不像现在那么的火，不像现在你只要有一个原型就可以开始开发了。那个时候要找到人开发独立游戏，那筹集这个资金很难。那一方面是很难，另外一方面是我个人在做游戏的同时，我也挺想做游戏的媒体。就想要，因为我那时候觉得，特别是那时候自媒体刚兴起来嘛，那我会觉得，好像自媒体行业比较少一些比较正经一点的。正经一点的，把游戏内容和文化就表达出来的一个媒体，更多都是搞笑、搞怪，或者说是那种那种喷的为主的。还有那种玩实况。对，所以很少是就这么说吧，那些搞怪的、喷的也好，倒不是他们不好，而是他们更多是面向于本身就是对游戏很了解。你想要看懂那些人喷，想要看懂那些搞笑的，包括直播的，本身就是对游戏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才能看得懂。那我想有点想做一个，那时候想做一个面对游戏不是那么了解的人群。那当时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之前也一直挺喜欢游戏媒体的，所以也有去投稿给一些游戏杂志啊，包括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游戏剧什么的他们也有采用我们的采用我之前写的东西，包括这些论坛什么的。所以后来有一次是，也算是找资金吧，想找资金，想要支持我开发独立游戏，然后这个事情不顺利。那总不能闲着没事干呗，
我就一边找一边就刚好那时候开始直播玩游戏。既然别人开始直播，我也开始直播玩游戏。那我直播玩游戏的时候呢，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别人就是一直通关，那我会打了一半时候会突然停下来，跟那个看我玩游戏的人说，哎，你看这个地方设计师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里要放个箱子？然后其实为什么有束光？其实为了引导你往那边走，所以你会你不会迷路，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我会一路去走到一半就停下来，然后告诉玩家游戏设计师他在这里面的一些想法。然后就后来很多人就说，哎，没看过这样的直播啊，大部分直播是一路冲啊冲的，你只有这样的，这是唯一一个直播是，反而玩是玩得到不差，但是呢会经常停下来不玩，然后就看场景，然后告诉很多设计理念，他会觉得很新奇。那后来就看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听的人越来越多的，然后慢慢那些人就发现说，要不然你别玩了吧，你就说就好了，因为玩游戏一大堆人都玩，但是说这个很少。要么就别玩了，因为我一边讲解一边说的时候玩的时候就容易出错嘛，就容易被打死，就容易重来。所以后来我发现啊，原来观众是喜欢听这种内容的，不只是说一定要玩。那我就开始停下来跟他聊这事情。后来聊着发现，既然有时候有些人会要求你重说一遍，有些人是慕名而来的，说哎，我听别人说这里有个很好的节目，然后我今天也来听听，你能把昨天的内容说一说吗？我想对昨天的事情很有兴趣。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种形式其实并不适合直播，因为直播是信息流嘛。那我们这种形式适合让别人不断重复去听。有些人可能学习这方面的，像听到有灵感了，想听完之后下次还想听的时候，那所以从此我们就改成了录播，那就变成正儿八经的一种节目的形式，把我们想表达的游戏的设计理念去从录播方式说出来。那我就这样子，哎，刚好自媒体那时候也挺火的，我就干脆自己一个人就先在家里捣鼓了这样一个 logo 品牌，就是毕竟要品牌嘛，就把 logo 公司名字频道名字全都想好了，然后就开始正儿八经去运作这个 B 站频道吧。啊，那时候还在优酷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在 B 站。对，然后之后就看的越来越多，慢慢才想要说把这个频道做大。那但是心中还想的是做游戏的。那做频道这个只是一个，当时顺势而为吧。然后也没想过那么多，但后来发现哦，原来做频道这个事情也能帮助我们把游戏的想法做出来啊，就是因为我们做频道了，慢慢出名了，然后也有很多游戏有同样理念的人会来找我们合作什么的，那包括资金相对来说容易找了。那之前我们有想过找什么投资啊，包括真的一些大型投资，什么真格基金啊，什么红杉资本啊，都联系过我们啊，我也联系过他们，都不看好这个独立游戏的项目。也不看好那个 B 站频道、游戏频道这个项目，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说，坚持吧，把坚持做下来之后，到了后面就再找朋友，包括我们，开发独立游戏啊，都是有朋友做前期支持，那我自己也拿公司赚了一点钱，投了几万块钱进去，做了个早期原型的一个早期的原型切片，我们叫做把我们的想法中间一小块做出来，然后拿出去给外面有可能愿意投资独立游戏的资本看一下，因为那时候独立游戏开始好起来了嘛，然后很快就随着我们的名声在这里，所以很快就拿到了资本，对，就开始，虽然也不多但是能够开始维持我们运转以及开发独立游戏。那您还可以再介绍一下，就是您是怎么遇到这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吗？因为看到其实您的公司还挺多人的。对，我们现在将近20人吧。基本上都是看视频招过来的，对。然后因为我们开始要团队化的时候，只有前期1-2个人是我去对外招的，对外招的话，然后但是我也会找玩游戏的人，然后之后的所有的小伙伴都是看视频招过来的，我没有在什么视频那个招聘网站做任何的信息，我们只在视频里说下，然后就有很多人投简历然后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量很小嘛，所以投简历的人很多。我们有最高峰的时候，说一天达到几千封有那个信件，所以我看不过来。那最后能招进来的都肯定是能力不错的，但是你说几千个人里面能力不错的，其实也有几百个人呢。那几百个人里面有我挑几十个人，甚至挑一个岗位挑一个人也很难挑，所以到最后其实有一点运气成分，所以很多人落选了，不是说你能力不行，是有点运气成分。可能这个人离公司近，家里住的离公司近，然后这个人有点
有点关系，哎，好像原来是认识的，反正各种原因都有点运气成分在啊，跟也不一定是能力问题。然后所以都是，然后包括投资人也都是看我们视频的啊，所以说就这个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这个东西。您在最近的视频里面有说到 Gamker 的发展历程，然后在您看来有哪几个关键点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呢？对于 Gamker 这家公司来说，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正是团队化吧。就一开始15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在我自己家里，然后用家里的背景，在那时候还是一个小作坊的形式。然后真正的一个关键点就是16年的底吧，16年底10月的时候正式团队化，正式注册成公司。然后开始招一两个，就两三个人，啊，然后那时候还是在个小酒吧的小仓库里面，对，特别惨的在里面就工作，但虽然环境不好，甚至比在家里环境还恶劣，但是因为是正式团队化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干劲，这第一件事。第二就是17年年底吧，就是大概1年之后，公司没钱了，啊，面临倒闭了，那个时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我们整整1年都不知道无法盈利。啊，然后准备的资金开期始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所以我们没有这种什么富二代的这种支持，就是几十万起步，筹点钱几十万起步，然后很快第2年1年之后就烧光了，啊，然后哪怕我们已经很省了很拮据了，然后在你的仓库里面办公了，都很快1年就没钱了。那时候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只能发1个月的工资，剩下的钱就不够1个月了。我就跟员工说。第一我们要变革啊，要把视频内容改一改，那时候还没有做到周更，当时说一定要周更，然后后来虽然说现在也不周更了啊，但是就是后来，但是那时候有想过要改视频的风格，然后第二就是，各位要努力一下，我干脆把我剩下的钱全发给你们，钱不到2个月的工资，但是我把钱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撑2个月啊，跟着我撑2个月，2个月之后如果不行的话，公司解散，如果行的话，我们再想办法，我们再继续留下来，啊，当时小伙伴都还挺支持的。所以虽说是2个月，但其实1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盈利了。然后开始盈利那时候是我们主动去有对外放出这个信息，但是没有找。然后后来各位也知道，找到我们就是汽油联机宝啊，我们的贵人，然后开始就给我们就签了一个大单，然后就开始运营。然后所以前期那个很关键时刻，其实也是因为有了汽油联机宝这个大单之后，别人才知道哦，原来 Gamker 有帮忙做推广这个价值，有这个能力，所以之后的那些广告就找过来了。那其实那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靠这些广告存活的。其实到现在未来肯定是转成游戏做收入嘛。那现在也还是要靠广告来做些支撑。对，所以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吧。那第3个转折就是因为慢慢做大了，然后也有了人的支持，然后也有些朋友确实看好，那就后来就朋友愿意投资我们。对，所以虽然也不多，也就100万左右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已经很放松了，很轻松了。就每个月，其实在过去之前是每个月都能赚钱，赚的钱呢稍微亏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很拮据，很紧张，下个月好像又怕过这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啊。但是有人支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包括我们这边的档案馆都是有人投资的，他们觉得这种有价值，以前没看到价值，现在看到价值了，所以就会愿意投资我们。那至少不能说大富大贵发大财，但至少，行业不会让我们这家公司倒闭了。那他们会让我们继续把这个价值发挥出来，让我们去寻找更大的盈利点。就是您作为 CEO，您是怎么成为时间管理大师，还那么有时间去玩游戏呢？就是您看大家就是社畜，大家回家只想躺着。就我也希望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啊，就我也很敬佩某个人能管理那么好啊，但是其实也不能说是管理的好吧，而是你一旦有了团队之后，你会分工啊，会把游戏开始就分给别人去做了。以前会自己做的，比如自己剪辑，现在我完全不碰剪辑了。以前是自己一刀一刀剪出来的，那现在会丢给别人剪，然后那别人剪完之后，我会最后可能做一些自己感觉润色啊，自己调一下，稍微调一下，但是已经不会花太多时间了。那现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跟行业的朋友沟通，这是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第二就是，我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一整天里面，我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这段时间是别人不能打扰我的，
那这段时间我可以控制自己，要么看书，要么玩游戏，要么看别人的视频。那我不会去把所有时间都全部丢给公司和或者说是外界的朋友，因为那样子的话就会被占用所有时间。所以我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不能被打扰的。那样子的话，保证我只有那几个小时玩游戏的时间。所以你说管理的好也不能说管理的好吧，只能说是我会强迫有段时间只属于自己，然后以避免我的时间被别人占用。那对您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游戏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没有个人比较喜欢的工作室，还有制作人等等呢？还好，我对工作室和制作人不是很崇拜，我不是很拜人和公司，我比较拜的是游戏本身作品。我认为脱离了公司环境和脱离一些环境，很多人是不能重复之前的辉煌的。然后那可能小岛秀夫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吧，因为他确实离开了Konami之后，还是能做出很辉煌的东西，那确实表示他自己是有东西的，那是我比较崇拜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崇拜吧，我更多是崇拜他的作品，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以作品向为主的。那对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几个作品，第一就是我之前说过的《模拟城市》模拟城市是我第一个玩的一个从更大的角度去控制，因为我很喜欢经营模拟。那很多之前玩经营模拟，更多是什么经营咖啡店对，什么便利店然后最多就是公园主题乐园这样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了。然后模拟城市是我第一次经营一个城市这么大夸张的东西然后会觉得这种角度特别高特别大，那时候给了我很多思想上的转变，会觉得原来城市是这样运转的。然后会觉得原来我所身处的一个城市，因为你个人角度来看，你的城市你会觉得很多不好的东西，会觉得这个你做没做好，那没做好，而且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可能都还毕业之后都可能还要住在那些城中村这么地方，反正环境肯定不是特别好，都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发展欣欣向荣好像跟我关系不大，会有种脱离感，然后会觉得很多年轻人会因此觉得自己好像是社畜什么的这种说法。但是其实以前我有这种感觉了那时候因为虽然还小，但是也因为跟父母叛逆嘛，不想拿父母的钱嘛，所以就自己出来打工嘛，然后会觉得哇太累了太苦了，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玩了模拟城市之后，会觉得原来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这城市的宏观建设，这城市的整体的那些调控，虽然不至于说调完之后立马让所有人富起来，但其实它是有关系的所有人在里面它是有一个联系的，所以给了我更大角度去看世界，然后也让我去感觉到原来不管你的人生是苦还是乐，还是多么的有问题，你的这个城市照样运转少了你这个城市照样是运转的。那再往大了看，少了你这个地球也是运转的。所以觉得原来你觉得天大的不好的事情，天大的倒霉的事情，其实根本不算什么，在城市角度来看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玩模拟城市的时候，看到城市夜变成晚上了，万家灯火都关掉了先是开灯，万家灯火通明，然后开始关灯，到了很黑暗的时候，然后太阳慢慢升起来，又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城市开始运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原来我之前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都不算什么，这个城市跟我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地球是跟我是有关系的，它的发展好不能立马给到我很多钱，但是是给到我有关系的，所以就会给我一种很积极的人生观。所以我是在模拟城市这个游戏里面找到了，原来这是个这么一个不带感情的游戏，能够有那么强的感情冲突给了我，所以反而让我觉得对我人生后面的信心建立很大的信心，然后我才说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我要去学剑道我要去，因为我爸是教中国武术的嘛，那剑道是日本武术，毕竟是有冲突的，他也曾经很反对，我说中国的武术干嘛学，好好的学我们中国武术，干嘛学日本的东西？后来当然你不管剑道是不是来自中国的，这个先不说，重点就是融会贯通嘛。那后来也是有了这个想法，觉得世界那么大，对吧？都在运转，你干嘛要那么束缚自己？后来父母也是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学剑道玩赛车然后也是开始想要去，当时也是说服了父母很久，才告诉父母说我想要好好的
从事游戏行业。也是因为这个游戏给到我这种震撼，觉得原来你的人生很小啊，心态豁达。对，因为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游戏。像您刚才说的，您是很喜欢剑道的，那剑道有没有说给您的创业经历带来什么帮助呢？当然有了，当然我不只是喜欢剑道，其实我是喜欢武术。看我现在胖胖的，他曾经浑身是肌肉啊，然后现在虽然胖，但还是很灵活啊，可能是胖子里面就是最能打的，就是像洪金宝这样子的。对，然后所以我是喜欢武术，那从小练武术就对我帮助是很大的。那我是很建议每一个孩子都能练一练，不是说为了一定要打架什么的，只是这个过程会让人有很多收获。那因为武术是一个很痛苦、很苦的事情。那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练武的过程中，你没有觉得自己在成长，你是没觉得自己在成长，因为成长太慢了。你可能你的不管打套路也好，还是练对抗也好，你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成长，但是直到某一天，你突然反过去看之前的过去，练套路的话，看过去的自己，或者说是你对抗的话，你终于遇到一个你练了2-3年，这2-3年一直都是挨打的，那终于遇到个新手了，然后可以跟他对打了。你再回去看审视自己，会发现原来自己进步那么大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很多东西都有这种过程了，比如说学习英语啊什么的都会有这种过程。但是武术的过程太苦了，我觉得武术比什么英语啊、什么学习啊什么都苦太多了，拉筋也好啊，然后全身的那种对身体那种损坏是很夸张的，然后全身遍体鳞伤。所以如果能够熬过去，最后获得了自己的成长。能够打败新手了，然后在新手面前，觉得自己的动作很漂亮了。新手动作在你面前，我觉得新手动作很慢，怎么变成慢动作了？原来不是你慢了，是我快了啊！就有点像那个那些动画片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实存在的。这时候这种获得这种喜悦会特别的强烈，我至少觉得比读书学英语要强烈，因为它太苦了。然后那一旦能坚持下来，你就会有很强的收获。那对往后人生的帮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件事苦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不算是，比起拉筋压腿，然后全身遍体鳞伤打得乱七八糟的，不算特别苦吧，反正能熬就熬过去。所以以前我们可能也是因为从小父母教我武术，让我有这个想法，就觉得所有我再苦的事情都没有练无苦，导致我很调皮。然后别的孩子如果说逃学不做作业，成绩不好，被父母打了揍一顿，就基本就乖了。我是敢说今天逃学被揍完一顿，第2天继续逃学。我蛊惑别人的原因就是，父母又不会打死你，只要你不死，你就不用怕了。别人觉得有道理啊，好像只要不死，人真的还活着不就好了吗？所以就很敢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我现在我当然不是说孩子该这样做，现在年轻人不要学，这是不好的说法啊，还是要好好读书，但是要抱有这种心态，就你只要饿不死，你就人生就没什么好怕的嘛。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我们 Gameker 做独立游戏，万一失败了，然后拖累整个公司倒闭了，会不会有影响？说实话，如果这公司2-3年、5-6年、10年还不赚钱，那我跟着我的一帮小伙伴还苦巴巴的，倒闭就倒闭吧，我觉得无所谓。真的，一个公司如果这样子10年了还不赚钱，倒闭就倒闭吧，我不会觉得这公司倒闭了，我人生就有问题。不会等于我人生就失败了，只要我不死。对吧？我不犯法，我不干嘛了，我人生还能过，倒闭了我还能找份工作，所以我一直抱着这种，只要我人生不至于饿死，不至于灭亡，我所有的失败我都能接受，公司倒闭我也能接受，怎么的我都能接受。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就敢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剑道这东西呢，说句实话吧，练武术是百里挑一。就我们那个，我不仅练剑道，我自己还开了剑道馆，自己开剑道馆的时候，我也开始教学生，我就发现10个报名里面能有1个，和10留一不可能，100留一就100个人里面报名，我们现在报名人数有几千个了，但事实上每天练剑的人也就那么几十个，所以是特别苦，留下来都是那么少数人，但这少数人呢，他们能留下来，他们一定在各自的生活方面，在领域方面都做得不错。所以除了在对我的帮助最大的之外，刚才说那些东西之外，你在练这些很苦的东西还能留下来之后，你发现，你身边的人
原来都是挺厉害的人，因为你会发现，哎，这方面可以合作，那方面可以合作啊，原来你是这个大公司的总裁啊，原来你是这个公司的财务经理啊，原来这些留下来练剑道人练那么久的，因为吃苦吃到现在的人，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能力，那对我在公司上的帮助也挺大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参与这些比较苦的这种生活，或者说比较苦的这种爱好，最后如果你熬过去了，都会有帮助。比如说学英语也是，学英语很辛苦，然后终于把它练得很流利了，很厉害了，你身边认识一帮英语大师了，对吧？英语高手了，说不定他们也有不错能力。不管学任何语言都是一样的。对。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聂总的。别叫我聂师傅，因为聂总有点太高了，然后聂老师有点太高了。我觉得聂师傅挺好玩，因为以前我们拍个广告，就是我模仿叶问，然后在跳舞，然后师傅又有点尊重，但是有点尬玩，有点开玩笑的形式，所以就叫聂师傅，我觉得挺好的。对。好，那我们谢谢聂师傅今天的分享，我们确实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然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万物破园坐坐，然后本人做过，非常的不错。然后谢谢各位的支持。那 NSL 跟 Gamker 永远与你们同在，同在，拜拜。